这3款是当下市面上体积最小的运动相机，音响360 Go 3S。Go Ultra 以及大疆 Osmo Nano。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会从多种实拍场景入手，对比它们的画质表现、体积与易用性、收音效果、散热与续航，以及文件传输速度与工作流程等维度看看谁才是最适合你的木质相机。这里说明一下，我拍摄时使用的参数，3款全部设置为默认自动模式，尽量还原用户的日常使用场景，拍摄在同机位、同光线、同时间段完成，并关闭了滤镜、美颜等项目除非专门说明，否则都为未调色的原始素材。在影像硬件方面 ，Go 3S 拥有一块2.1/3英寸传感器，是3款中最小的，而 Osmo Nano 与 Go Ultra 则非常接近，为1.1/3与1.28英寸。录制规格上，在16:9下 ，Go 3S 最高可录制 4K 30fps。Osmo Nano 与 Go Ultra 则为 4K 60fps， 在4:3下 ，Go 3S 与 Go Ultra 最高 4K 30fps，Osmo Nano 可达 4K 50fps。同时，3款相机呢也都支持高帧数的慢动作录制 ，Go 3S 最高为 2.7K 100fps，Go Ultra 为 2.7K 120fps，而 Osmo Nano 则能够更进一步拍摄 4K 120fps 画面。另外3款的市场角 FOV， 整体上呢 ，Go Ultra 略大于 Osmo Nano， 略大于 Go 3S。除了传统的固定比例录制 ，Go 3S 与 Go Ultra 还支持一个叫做自由比例的录制模式。本质上呢，它的实现方式就是在前期录制一个4:3的画面，然后通过手机 App 或者 PC 端的音响360 Studio 来无损裁剪成16:9的横屏或者9:16的竖屏画面，并添加相应的防抖选择。这点虽然在 Osmo Nano 上也可以通过录制4:3视频，搭配画面辅助线以及后期剪裁实现相同的效果，但是缺乏了一点点后期修改防抖选项的自由度。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第一眼看3款直出清晰度差异不大，但是仔细看细节部分的话 ，Go 3S 由于底较小会出现一定涂抹感。除此之外，最大的区别就在相机的默认色彩调教上了。这里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同品牌的 Go 3S 与 Go Ultra 色彩取向并不相同。Go 3S 呢反而更接近 Osmo Nano， 但饱和度会更高一些。而 Go Ultra 呢整体则有一点偏粉调像是加入了轻微提升气色的感觉。虽然略有偏色，但可能对于很多喜欢直出的用户来说会更讨好一些。而 Osmo Nano 的色彩呢，则相对来说呢色准最高，最接近肉眼观感。所以在白天记录生活的场景呢，3款都能够胜任，大家根据个人的爱好取向来选择就好。除了直出以外对偏专业的后期用户来说 ，Osmo Nano 支持10比特色深，可以在前期呢捕捉到更多的色彩细节与层次。这里我找一个比较极端的高反差例子作为演示，在这个画面中，天空与树叶明暗反差很大，所以在前期拍摄时呢，直出效果3款差异并不明显，树叶部分基本都被压成了黑色。但是当我们手动将阴影拉高，就会发现 Go Ultra 呢能够找回些许绿色，但是整体缺乏层次感，依旧以灰调为主。Osmo Nano 则能够还原出更多绿色，颜色上有一定的层次。而 Go 3S 呢，由于硬件确实没有另外2款强暗部空间相对有限，阴影抬升后呢，依旧显示为黑色。这时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拉满饱和度，就可以看到 Go Ultra 的粉色偏色就较为明显了，而 Go 3S 与 Osmo Nano 的色相则更为自然一些。此外 ，Osmo Nano 也提供了更为专业的D-Log M 色彩模式，就是一般俗称的灰偏来提升动态范围，尽可能保留高光与暗部的细节，为后期调色留出更大空间。当然，在真实的拍摄中呢，不会总是大晴天所以我也测试了更为常见的在阴天或者室内这种更为生活化的中低照度场景。Go Ultra 与 Osmo Nano 的直出能在自然观感与低噪点之间取得较好平衡。Go 3S 的画面虽然也完全可用，但因为感光能力受限呢，噪点与涂抹更容易出现，整体稍逊于另外2款。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3款拇指相机在低光夜间的拍摄效果。我现在都用的是 4K 30帧的拍摄模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这3款相机呢，其中 Osmo Nano 跟 Go Ultra 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夜景拍摄模式的，而 Go 3S 呢，因为硬件的这个限制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估计它的效果会明显比另外2款差一些。另外发现这3款相机中 Go Ultra 有一个小的加分点，就是你即使是在使用普通的模式拍摄，当它检测到
周围的环境光比较低时，它会自动打开这个超级夜景的拍摄模式，而 Nano 呢则需要手动打开啊，所以这算是 Go Ultra 在用户体验上的一个小加分点。在这个场景下，综合来看 Osmo Nano 与 Go Ultra 基本处于能用但不是特别惊艳的水平。Osmo Nano 能看到一定噪点 ，Go Ultra 噪点更少，但是会伴随一些降噪所产生的涂抹效果，记录生活绰绰有余，要出片呢则会有一点难度啊，毕竟感光尺寸摆在那儿，没法违法物理不是。而 Go 3S 呢就比较不尽人意了，乌漆麻黑全是噪点，不太适合作为夜拍来使用。另外，在后来的拍摄中，我发现一件比较出乎意料的事儿，那就是在夜晚场景 Osmo Nano 的普通录像模式，不管是噪点控制还是曝光上，实际上要比超级夜景模式效果更好。我也不太明白为啥，但是在目前的固件下呢，我推荐大家直接用普通模式录就行。作为木质相机，除了画质以外，最重要的点那自然是一个小字。在这点上 ，Insta360 的 Go 3S 啊，就是最能代表拇指标准的那台。本体重量只有39克，外加一个96克的拓展舱。Osmo Nano 呢，勉强也算个拇指吧，本体重是52克，涂装模块72克。而 Insta360 的另一款 Go Ultra， 你怎么是个方的啊？不过还好，虽然正面体积较大，但是厚度还算薄，本体重量为54克，涂装模块为109克。3款都支持独立拍摄、无线涂装模块预览，以及通过磁吸的方式连接充电。它们的价格在国补后分别为2198、1953与2446。Go 3S 与 Go Ultra 的涂装模块是带有一个可翻转的 LCD 屏幕，自拍时直接把屏幕掀过来就行。而 Osmo Nano 则需要将相机本体取下，翻个面再吸上去。但是话说回来Osmo Nano 用的是 OLED 的屏幕，显示效果与对比度呢，肉眼可见的确实要比另外2款的 LCD 好不少。这里我也测试了3台的直线最大涂装距离，表现都很能抗打。Insta360的2台分别在30与32米处断开涂装，而 Osmo Nano 则在44米处断开。说实话，这些距离已经远远超出日常拍摄的需求了。除此之外 ，Osmo Nano 与 Go Ultra 在最新的固件下都支持在分体状态下无限回看已经拍摄了的视频素材，但是 Go 3S 则必须在合体的状态下才能够查看。对了，3款相机呢，我购买的都是标准套装，都附带一个磁吸项链与磁吸帽夹，用来解锁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其中最适合 I 人的磁吸项链3款戴上的效果分别是这样的。除了这俩常用的配件以外呢，我必须吐槽的一点是就只有 Go 3S 与 Osmo Nano 标配了可以接自拍杆的螺孔球头快拆。Osmo Nano 这个呢还带有一个可拆卸的小吸盘，也就是说呢 Go Ultra 这个价格最高的产品，居然是3台里唯一一台开箱后没法直接接自拍杆的，你得另花100块钱购入磁吸快拆才行。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抠了，就是你 Go 3S 都送了，为啥不给 Go Ultra 送还有一个小点呢，我不太喜欢的是 Insta360的磁吸快拆在每一个系列都不通用 ，Go 3S 用一套 ，Go Ultra 又是另一套，只有 Ace Pro 系列能够跟 X 系列通用多机用户就得来回拆来回买某种程度上有点失去了快拆的意义。而大疆呢，在生态兼容上就舒服很多 ，Osmo Nano 的快拆同时也兼容 Action 2、3、4、5 Pro、6以及 Osmo 360对于多设备用户更加友好。除了搭配各种配件来拍摄以外，3款相机呢也都是自带磁力的。其中Insta360的2款在背后，大疆则是在背后跟底部都可以磁吸。像运动时呢，可以吸在像网球呀、深蹲架上记录运动健身；在家也可以吸在冰箱之类的地方，用来拍摄日常，主打一个方便。OK， 我们现在做一个3款拇指相机的收音测试。目前你所听到的内容是 Insta360 Go 3S 所录制的。3款相机呢，我都是用的默认的标准降噪模式，没有做任何的修改。现在我们切换到 Insta360 的 Go Ultra， 大家可以听下它们之间收音的这个音质区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Go Ultra 是支持通过 Type-C 口或者蓝牙连接一台外置麦克风的。不过一般来说呢，由于蓝牙的传输速率较低音频的质量会比较一般。有条件的话呢，还是通过 C 口来连接效果会更好一些。OK， 那我们现在切换到了大疆 Osmo Nano 的内置麦克风，效果大概是这样的。这3款麦克风呢都是一个双麦克风的设计，所以我猜测它们的收音效果应该不会差得太多。但是 Osmo Nano 呢跟大疆的其他产品一样，它有一个生态优势，那就是它内置了 DJI Mac 系列的接收器，可以通过 Osmo Audio 协议直接无线连接2台大疆自家的像 DJI Mac 2、DJI Mac 3以及 DJI Mac Mini， 实现高质量的无线收音。我们现在切换到 DJI Mac 3的收音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它的好处呢，除了音质更好以外，你也可以实现距离
相机较远时也可以清晰的收音，或者是2个人啊，一人一个麦克风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是情侣博主或者有个小团队这样，那么这一款呢它会有一些优势。散热与续航这块呢，我先做了一个分体场景的统一测试，统一设置为8比特色深，标准码率 4K 30fps， 标准防抖，室温约为22度的室内无风场景。3款的固件版本呢，如图啊，在这组条件下，3台都没有触发过热保护，直到电量耗尽才停止。其中 Go3S 呢拍摄了31分13秒 ，Go Ultra 拍摄了48分48秒，而 Osmo Nano 则拍摄了62分41秒。这里补一句啊，就是之前 Go Ultra 跟 Osmo Nano 刚发售的时候，确实有过过热的口碑，但是我这次用了最新固件测试，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你手上的机子还是会频繁过热，建议连接手机把固件跟到最新版本，大概率能解决。接下来我也测试了 Osmo Nano 的画质档配置啊，开启10比特色深以及高码率模式。这套更偏专业的模式呢，在拍摄了33分19秒后触发了过热警报并停止拍摄。另外我也测试了3款在 4K 30fps 下连接涂装模块在室外拍摄的综合续航，我断断续续啊，大概是拍了35个片段。Osmo Nano 在10比特色深下与 Go Ultra 几乎是同一时间没电，总拍摄时长是80分钟出头，而 Go3S 呢则略短一点啊，约75分钟。整体看下来呢，在各自的体积与定位下，这3台的续航与散热都达标，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外出的拍摄需求。文件传输与工作流这块 ，Go3S 和 Osmo Nano 都是内置存储空间，出门拍摄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忘记带存储卡之类的。2款都有64GB 与128GB 2个版本，我手头的呢都是128GB，按 4K 规格大概能录制2个小时左右。Go Ultra 则不自带存储，可以插入最高1TB 的 microSD 卡。我测试了一下这3者连电脑与手机的传输速度，当我有线连接电脑时 ，Go3S 的传输速度差不多是40兆每秒 ，Go Ultra 为90兆每秒 ，Osmo Nano 为400兆每秒。当无线连接手机 App 时呢 ，Go3S 约20兆每秒 ，Go Ultra 约40兆每秒 ，Osmo Nano 依旧为最快的，约100兆每秒。另外 ，Osmo Nano 虽然也能插 microSD 卡，但是这个卡是插在图传模块上，不能直接录到卡里。如果机身的存储空间拍满了，则需要通过机身将素材导入进卡。我实测了一下，导入100G 左右大概需要25分钟，所以除非你有单次插电长路超过2小时的使用场景，不然 Osmo Nano 的内置高速存储加备用外置卡的模式啊，整体来说会更高效一些。所以综合来说呢，3款是各有侧重啊，不存在谁全面碾压谁的情况。关键还是看哪款的性能与价格最符合你的使用场景与预算。首先，音响350 Go3S 呢，它是当下最拇指、最隐形、最无感的一款，但是你必须接受它的妥协，比如总体上的画质相对较弱，对环境光的需求更高，以及更依赖手机来实现后期防抖等等。所以，如果你把便携与无感放在画质与性价比之上，那么 Go3S 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大疆 Osmo Nano 呢，在画质不输于其他体积更大的运动相机的同时，还给到了 D-Log M、10比特等更加专业级的选项，并且能与大疆 DJI Mac 等生态直连。所以，如果你追求画质、色彩、后期弹性，同时对收音有较高的要求，或者本身就在大疆生态里那 Osmo Nano 是一个非常稳的选择。更何况这一代的定价呢，已经下探到接近 Go3S 了，性价比呢确实3款里最高的，属于各方面都出色的设备。最后，音响350 Go Ultra 它的硬件与画质整体跟 Nano 非常接近，但它主打自动夜景、自由比例录像等减少前期准备的易用功能，更适合少剪辑、少调色，想把前期难度降到最低的用户。不过更高的机身价格会让它的性价比看起来略逊一筹，所以如果你更在意支出，不介意为这个功能多花几百块，那么 Go Ultra 依然值得考虑。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希望能够帮到你找到心仪的那款相机。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